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狗老板在进入公司8楼的办公室后神秘失踪。这个狗老板是在办公室失踪的吗？他自己的办公室为什么会失踪呢？而且他又没有出门哦。那么他的墙上全部没有暗道，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天道。这是啥意思啊？哦，他从上面，他从办公室爬进来，从老板的办公室爬进来的。对。哦，他就从这儿爬过去的。办公室的上面有通风口，这个是可以爬出去的。然后这个服务器的机房的这个换气扇的盖子掉下来，就说明他从上面跳下来。过来了。但是呢，他这个办公室的层高是3.5米，按他一个人的身高是没有办法爬上去的，所以必须是2个人。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些哑铃，这是很有力气的，正 HR 把它顶上去了呢。是的呢，真聪明呢。没白练，关键时候总有用处。然后最后就是来还原一下这老板是怎么离开他自己公司的。好。他如果从大楼正门跑的话，就只会堵。对，会被人发现。然后他就从那个天上的那个通风管道跑进了他们的机房。之后呢，在服务器的机房后面有一个垃圾道。这应该就是那个垃圾通道吧？是的，哦，垃圾道示意图是这样的，它能滑下来。哦，就直接滑下来。滑下来，看到底下有很多装垃圾的麻布包。就是它缓冲一下，就是不至于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没有见过他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这儿跑了。但他还是被杀了呀。还是被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可能这样？就是因为 HR 已经被红鼻鼠威胁了，所以他会把他的逃生线路将计就计的透露给红鼻鼠，并且 HR 跟赵程序都会参与进这个分尸的计划里面，时间才够，对吧？所以我倾向于是这个老板从那个逃生线路一出来，红鼻鼠就在外面堵着他呢。就被嘎了，就被弄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算他10点钟就死，他抛尸时间都很紧张了。那现在你要是咔咔一通跑，那抛尸时间会更紧张。对，
抛尸最起码需要几个人？2个吧。如果抛尸最起码需要2个人的话，咱们假设是红鼻鼠跟 HR， 那他就要让这个赵承旭帮他做伪证。啊？还是说赵承旭也必须参与进来？也有一种可能性，赵承旭是被动参与，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被利用了。抛尸，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垃圾桶旁边写着西柚垃圾站，上面留了个电话，我还没打。西柚垃圾场。所以说，我觉得倾向于还是在垃圾场杀的人之后，起码2个人以上把尸块给运走。其实我觉得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多人作案，就是说每个人负责分头送到东南西北各个小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垃圾站的人，他把这个尸块在垃圾站就已经分完，同一时间送到各个小区啊，就让垃圾车自己去送的。垃圾车不会送。垃圾车是在公寓把垃圾收上来，对，没有说到各个公寓去分垃圾的。来，有请私立中学组。哟，是校长这个吗？对，枪击案啊，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咱就是说他倒那儿了。刘，他摆出了凶手的名字刘，他也可能是李啊。哦，李维亚。李维亚。我们有一个徐校长和孙副校长。来，这是我腾飞班，是不是？你先跟说这腾飞班这个学校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哎，腾飞班。然后他有一个教育报说，腾飞班到底是学校的出路还是敛财的工具？就是它是一个各大名师授课的一个尖子班，1年学费6万，6万呀，那么贵。此事件曝光后，学校立即联系了西柚私立中学的徐校长进行采访。徐校长回应，学校从未设立过腾飞班，并否认了敛财的指控。啊，可是他办了这腾飞班了呀？当然办了呀。对呀，可是他办了腾飞班了。我就是腾飞班的呀。对呀，你要不说你腾飞呢？腾飞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乡。哦，梦乡。越高深的老师讲的课越好睡。这个意思啊，往那补觉去了。但是您补不了觉，因为您看看这日程啊，这帮孩子能尿泡尿的时候都没有。从5点半开始到晚上11点，没有1分钟休息啊。对，学费没白交啊。对，真是他的日程是细化到1分钟的。对，这得带着尿不湿上课呀。这个我就没有1分钟休息的。这帮孩子真的好辛苦，全是上课，全是上课。对。但是这个敛财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联络人孙副校长，我在校长的那个电脑里面发现聊天记录，校长问副校长说，以不用功的成绩，他进不来腾飞班，你私自收了他家长的钱。副校长说，腾飞班让你赚了这么多钱，我还不能捞点油水了啊？校长回复说，等你当上校长再说吧。啊，一丘之貉。就是证明其实腾飞班一定存在，而且除了学费之外，你还是要给额外的赞助费用。对，然后这钱呢，校长也在拿，副校长也在拿，但副校长拿完之后，郑校长不太满意。其实双方是有经济上的矛盾的。然后那咱们先问问这些学生吧，刚才咱们问的这位老进入梦乡的这位学生，他特别了不起。首先准备好你们的哇哦了吗 ？1、2、3， 看到他的海报了没有？帅到炸！帅到炸 ！Oh my god！I'm single girl， 是的，爱了啊！
还有不少这个少女上面给他海报写着说爱了爱了，哥哥好帅啊，哥哥好因为帅他是千年一遇的脸带天才。你注意一下你的表情，哎，勋哥的，刚喝了一口水。哎呀，好嘞。 but 啊，这帮孩子可惨了，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学生心理检测单。然后这么何米先生呢，家庭关系呢4个字可以形容，这写的乱七八糟。他妈妈呢是家庭主妇，爸爸是合车监，怎么在牢里蹲？合车监是纺织厂的3把手。对，3把手。主任叫合车监，跟你家艺人有关系吗？有可能。对，我父亲叫何车监，他是这个西柚纺织厂的3把手。当西柚纺织厂污染事件爆发之后，苏有钱和真纺织这2个人联手起来，把锅推给了我爸爸，让我爸爸锒铛入狱。但是作为交换，就给了我和我妈妈一大笔钱。背锅的是吧？这意思啊？对，我为什么后来可以去私立学校上学，就是因为家里有了一大笔钱。但是对于这笔钱的来源，我是非常非常恨的。对我妈妈和爸爸的这个决定，我也不理解，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叛逆的一个愣头青。他不想上课，不想学习，然后呢，病史他说没有病啊，我看那些学习积极挺有病的。他问我有什么想倾诉的吗？我说我唱歌给你听吧。就属于那种就好话不好好说的那种臭小孩。对，这诊断就是说无法准确判断学生心理状态啊。然后我们当时在学校的那个墙上看到了有一个爱心，心上写着何爱勋。这2位有什么八卦？何爱勋，咱们磕一磕。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学校，我也痛恨腾飞班。但是呢，这个学校唯一有一个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力啊，她长得特别的漂亮，她的嘴唇像血一样红，她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好难磕啊！就跟一米波罗戴假发似的，我太白了。米波罗戴假发。对。Oh my god！ 停下来一下。好，拉回来。这个女生她叫做勋妮。啊？你女儿？啊？她是一个非常忧伤、非常抑郁的一个女孩，她从来不笑，直到有一次我在她面前表演了吊凳儿，她笑了。吊凳笑的东北观众。太美了，我沦陷了，所以我就在墙上写下了何爱勋。but 啊，下面这个故事，任何的言语都过于扁平，无法形容这个立体的悲伤。这个事情是勋妮学生心理检测单，年纪17岁，他的父亲是勋素。就是我们这一位先生，他的这个职业是司机，在我们这个西柚市垃圾场工作。哦，爸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的女儿呢，为什么还如此的情绪低落、失眠且学习困难呢？心理咨询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爸爸真的很爱我，他日夜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结果把女儿送到那样一个学校，那样一个班。对，但是他女儿同时又很内疚，是在于我也不希望我看我爸天天这么的那个节衣缩食，就是为了让我能参加多一些的辅导班，但我又没法说，怕他失望，所以我只能让自己更加的完美。可是我真的好累啊，因为我每当听见我爸爸在电话里说“爸爸苦点没关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也许没有我爸爸会轻松一些。然后呢，诊断为中度抑郁症。这个女生在2009年1月15号的时候自杀了。啊。我一开始是20多岁结婚，然后有了这个女儿，然后我那老婆呢就觉得我没有钱窝囊废，其实她就跑了，所以我的生活里呢就只有了这个勋妮了。是，
我其实是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还有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他其实中间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问我，他说：“爸，我可不可以不好？”我其实当时有点没太听懂，就是当时我说我爸呢把最好的都给你了，就是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窝囊，就相信爸爸，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爸爸现在干活去了啊，就马上就得走了。其实你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对，回答的也没错，女儿你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你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他，但从来不懂他，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他就想喘口气，他想歇歇，然后他有一天下午3点，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然后那时候我在忙工作，我就没有接，然后再打过去之后呢，就无人接听了。我想他应该是上课呢，结果晚上呢，警察局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认尸体。经确认，他是下午3点左右跳楼自杀的，然后我才知道3点钟那个电话是他最后一个求助电话，打给我的电话。我觉得他的压力一个是来自于他并不会在这个学业当中得到任何的成就感和快感，另外一方面呢，还会看到自己父亲养老的辛苦。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辛苦反而让他唯一有可能找到一些陪伴和透气的出路，就是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跟婆婆。所以呢，这个小孩他是走投无路的。对，两个路，死循环。对。但是他死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学校给所有学生下了封口令，就是学校没有腾飞班，而且还有就是让我们所有人再去重新做心理诊疗。哦，这写着呢，因为这个通知就是说，禁止在校内外讨论这个事情。2是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影响学校声誉。他现在在乎的是这件事啊，一旦发生问题，需进行强制休学。对，就直接有就别来了。对，心理有问题的同学一律休学，踢出学校。1月15号自杀，20号的时候出了通知。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讲当天发生的事儿了。枪击案，09年3月1日早上7点半，西柚私立中学的徐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进行演讲，操场另一侧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红鼻鼠头套、穿着黑色风衣的人，通过扩音器高喊：“同学们，我们今天提前放假！”我 bang bang bang， 就开枪了。远距离射杀校长后，从后方看台跳下，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就是就相当于这是讲台，这是一个标准的操场，然后这是看台，后面是河流，就相当于校长在这儿讲话，然后他咚咚咚咚就这么远，对，老远了，是拿出手枪远距离射杀了徐校长。手枪还远距离？对，但关键往后看，后面的结论很重要。经排查，所有相关涉案人员均不具备获取枪支和远程射击的能力。所以我们以为是远距离在射杀，实际不是，但其实不是。那谁打这个枪？他怎么中？那个枪就是机关，有一个机关，他在那个开学典礼的讲台上，首先第一是看到了这有一个夹层，但这夹层是打不开的。桌面上有2个黑色的点状物质，可能像是类似于什么电线、什么烧焦的痕迹。然后在台下，就相当于底下有一大片粘过东西的固定的痕迹。那因为他中枪的位置是在腹部，其实是和那个讲台那个位置是很像的，是。所以说我们就合理怀疑，其实是在讲台的底下，其实安装好了曾经有过装置，导致了校长的死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怀疑角度其实还是远距离射击，它这个行为其实只是一个障眼法。这是一个对口型的，台上有一真唱的双簧，对。我这儿有一点疑问啊，因为我在一个03年的12月份的这个报纸上面，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这个金奖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发明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叫做电磁发射器。
由能源加速器开关3部分组成，开关闭合形成电流通路后，电磁能量转化成炮弹动能，将炮弹高速发射。与传统的火药推动的发射相比，电磁发射器可以大大提高弹丸的速度。是真的，用电磁发射器把子弹打进去。是谁得的奖？我们知道的里面有小躺，有我弟弟。就是等于是比他们大几届的学生里面啊，传承了。但这学校有这东西，对啊。然后3月1号开学典礼的流程，第一项升旗仪式，第二项颁奖仪式。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状，好好学，攀3好，假物理。第3个环节是徐校长发言，第4个环节典礼结束。结束之后，这3位获奖同学再下台。枪击案发生的那一刻，其实那3个学生是在台上的。我们的合理怀疑是台上的3位学生里边，其实有一个是帮凶。对，我觉得他应该是2人作案，1人在台下，1人在台上。满足台上的是这3个人。台上这3个人呢，我们在2轮我们进到宿舍就会清楚。我待会儿把钥匙拿给你们。对，第2组是台下的，就是戴着红鼻鼠头套的嫌疑人。当天3月1日，所有来到学校的人都需要做登记。3月1日，我们在登记名册上看到了3个人：晨练、容易火、熏素都来了。哎呦，他们参加这个仪式干嘛？晨练跟我们说呢，他每天都来，因为他要给这边送粥来，每天早上起来。咱们信吗？问问，试试他。我说我送粥，你说我送钟。对，我们为了调解一下这个比较严肃的气氛，但是还是得问您一下，我是经常来送。荣来是为什么呀？我当天是早上7点钟去的这个学校，我是带着合约去找他，想去签约的。哦，对，他确实跟我说，他说我看过你在网上被人拍的照片。是，千年美男嘛，这咱们都信了。然后但是迅速去就明白，就是说这个去干嘛嘛？我去找人啊，找谁啊？找真相啊！对呀，这不能白死啊。然后呢，台下的还有个副校长跟副校长跟徐校长，其实双方是有经济上的矛盾的。这么何米先生呢？首先他们学校里有很多这个涂鸦画啊，学校里已经在流传这个了，红鼻鼠。但这个红鼻鼠我们也知道是谁画的，因为他当天有一个那个演讲的稿件，说你们不要再在学校里边乱画红鼻鼠了，尤其是3年1班的何。那其实现在的情况来说，其实陈我大概率是排除的，荣跟何2个人有双方口供，我大概率也是排除的。那其实台下现在比较有可能性的，其实是副校长和勋，穿着衣服假装开青的，其实就2种可能性，穿着都有可能。副校长说：“我们今天放假了。”同学们，我们今天提前放假，很像校长、校方领导很像校长的口气啊！对呀，好合理，突然真的好合理啊！而且他这个岁数也喜欢跳冬泳那种。对啊，可以，行，讲完了，反正这意思，一会儿再见啊。好，到我们了啊！来，好，世纪坠楼案，死者董事长。时间是 M2009年4月30号21点，烂尾楼小区世纪园10栋发生坠楼案件，死者董事长。他既是姓董名市长，他也确实是个董事长。他是最懂你传媒公司的老板。尸体外套胸口处贴了一个红鼻鼠的贴纸，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因为我当时是接到线索我就来了，当时尸体还在这儿，它是一个羊躺，然后是缺纸的，胸口处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然后当天
我顺着这个现场去这个烂尾楼里边一探究竟。你当天就去了？对，当天我发现2楼是个黑市，很晚了还亮着灯。哇，这大半夜的还亮着灯。楼里面写着很多蜀王我的神，就是他们底层这些人非常的崇拜蜀王。哦，你怎么进去的？你知道口令啊？口令。我们那儿每天动态口令都变。当天口令是看门人问夜宵吃什么，然后回答是蒜蓉螺蛳虾，然后就可以进来了。你们吃过吗？好好吃。正常的时候，他这个集市是有看门人的。对，昨天我上去的时候，可能正好赶上一个这个黑市，没人把守。哇，这大半夜的还亮着灯，这卖鞋的。哦，问询笔录里边提到了这个人叫马楼长，当天人来人往挺多的，有的戴面具，有的不戴面具，不过很少有人戴猪面具。猪面具。就说有人戴猪面具上来，对，就有一个人戴着一个猪的面具，有一个戴猪面具的死者报口令进来了。死者，马楼长认为戴猪面具的是死者啊，然后有一个女的很想进来，但是报不出口令。对，我们这儿不是随便让人进。然后第二个问询的人叫做好胆小，他说我是集市的摊贩。当天晚上戴猪面具的死者很奇怪，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大白鲨，大白鲨是什么？21点左右，看到窗外有个黑影掉下来，后来听到砰的一声，有人坠楼了。咱们再说说这个楼的生态环境啊，这个楼里边人过得非常惨，深受纺织厂的事故的坑害。我是这个楼的老土著了，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悲惨的故事。在一个报纸上面记录的就是这个纺织厂的排放物，叫做 EAT2，这个东西的大量扩散，污染了很多的土壤，对，并因此直接导致了这个楼盘的不开发了。然后在刘的这个摊位下边，他曾经应该抗议过，他写着一个无良开发商还我血汗钱。我的问题是当时我贴膜，其实我赚到了一些钱，我赚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我就贷款买了房子。哇塞！但我买的是期房，结果就这个出了这事儿，然后就变成烂尾楼了。烂尾楼之后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来我这儿手机贴膜啊什么着的。后来我连房租也付不起了，我就打包着行李，我说，啊，我住进去吧。然后刘这儿有一个格子，上面写着勿动。大宝贝4月30号预定，一个是电池。刚刚那个东西是在4月30号。他过来找我订这东西，帮我搞一个电动车的电瓶。那你需要这个电瓶做什么？能说吗？咱就说呀，如果这好运啊是空气的话，我这人生下来就没鼻孔。我从来没有呼吸过任何一回，我都是倒霉到从小生下来家里就破产，然后下岗。今天惨上加惨，因为我这送外卖嘛，我电瓶车的电瓶被人偷了。但是我又买不起正常电瓶，我只能去他们这个这儿买便宜的。然后里边一共有2个手机壳，一个蜀王，一个暗夜骑士。咱们那个举报那个帖子说狗那个，别隐瞒了，暗夜骑士，你就是暗夜骑士啊！哈哈，暗夜骑士确实是我，是吧？啊，我每回都按住自个儿的腋下，暗夜骑士。哈哈，我不是那个小区当过这个保安吗？哦。然后我碰见了这苏网红老乱扔狗，因为我希望能够为这种不公的事情发声，然后我就把之前那些事情在网上说了。他去投的稿。对。
红薯盒那是因为我是粉丝嘛，我们俩都认为他是英雄。这个就是你们墙上标语都是分别你们2个人写的是吗？啊，好多人，整个这楼里都是他崇拜者。除了崇拜蜀王之外，还有一个是想见蜀王哦。我们当然也是想见哈，因为咱们都是他崇拜者，我们都是崇拜者。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个黑市，他们很想见蜀王。那如果你站在假蜀王的立场上，会不会觉得来这儿有生意可做呢？啊！可是凶手就要捍卫自己的偶像的尊严喽，因为蜀王从来只是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我亲手杀了十恶不赦的真纺织，我的名字叫蜀王。如你们所愿，我杀死了苏网红。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带着红鼻鼠头套，远距离射杀校长。但是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身份，这就是杀鸡喽。对呀、所以就说他是冒牌货。对。假设如果戴猪鼻子面具那个是他的话啊，他到处在黑市打听，要有卖大白鲨的吗？有卖大白鲨的吗？他就问大白鲨是什么意思呢？对，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黑话，但是这个黑话他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暗号，等于是。死者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一个错误的暗号，肢体胸口贴纸写着冒牌货。大白鲨就是凶手确定这个人的，对，暗号。哦，对，来买大白鲨的就是我要杀的那个人。对，是凶手跟他说，你就到时候来找我，我要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他以为这个他要找的凶手能给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对，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编出来当诱饵骗他呢。对。然后荣在现场发现了这个脚手架，你看，这有点像鱼线。鱼线已经所剩不多了，就那么一点点很细的那个鱼线。然后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编织塑料袋。耶，这坨是什么？一侧全部都是泥，一侧里面有明显的血迹。我觉得这个东西正好可以用来包裹一个尸体。其实我就在想象啊，就是如果你用鱼线，通常都是来原石装置，对，做原石。对。做岩石，那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尸体在高空被包裹在一个裹尸布里面，而已经死了。然后最后在下面把这个线的装置扯掉之后，他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高空坠亡。那从尸体的痕检上，你该骨折骨折，该内脏爆裂爆裂，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10楼的时候已经死了，或者晕了，或者晕了也有可能。顺着坠楼案呢，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线索是跟纺织厂有关系的，我们就去了纺织厂。我发现我们捋出来的很多线索其实是跟第5案，就是外卖的那个投毒案是有关联的。死者真纺织，35岁男，原西柚市纺织厂副厂长。2004年9月10日，真纺织被小区管家发现死在家中，经法医鉴定，死因为肉桂粉过敏致死。是。据调查，案发现场外卖中含有肉桂粉，外卖袋底部有红鼻鼠的贴纸。案件2，死者孙小红
18岁，女，M2004年9月20日，死者和好朋友郝某的外卖被投毒，孙小红在送医的过程当中死亡了，但是郝某呢，因为抢救及时获救。据调查，案发现场外卖中含有治疗 EAT2的特效药成分。普通人过量服用会致死。外卖底带有红鼻鼠的贴纸。普通人就是说没有得病的人。对，普通人来说是毒药，但是对有病的人来说，这是特效药。案件的进展说，凶手叫熊大强，已自首入狱。他承认向孙小红投毒，但否认向甄纺织投毒。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他是说的是真的。对，我杀2个人，杀1个人，反正我都差不多，可能都罪。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去撒谎，所以我比较会愿意相信这个熊大强。对。甄纺织的死亡时间是04年9月10号，死因为肉桂粉过敏致死。熊大强否认向甄纺织投毒。恶搞。还有4条短视频，这些视频分别是一个男人戴着这个红鼻鼠的头套去做一些恶作剧。重要的时间线是3个月一次，分别是03年的9月10号、12月的10号，然后就是04年的3月10号、04年的6月10号。他就是那个点就应该是他出下一个恶搞视频的时间。甄纺织死其实他就是10号恶搞视频搞过了，给他过敏，没想到他过敏，因为肉桂粉过敏是少部分人的嘛。对，最早等于甄纺织是谁杀的呢？甄纺织是狗老板，对不对？狗老板把他拖了，然后是知道了这个真相的人以鼠王之名作案。对，有可能是。细思极恐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那么多红鼠王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有很多真的不是鼠王的人做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那个纺织厂的一个空间，看见了一个手机，手机的屏保是长这样子的2个人。那是那个保姆，对，侯阿姨。侯阿姨。另外一个呢，大强。也就是这一案的投毒的人之一啊，2口子，对，他们是2口子，对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3个领导的一张照片，苏厂长是苏的爸爸，苏厂长携款逃到国外去了。副厂长呢，就是甄纺织，后来也没了。另外的一个人呢，叫何车坚。你刚才也说了，是你的父亲，在牢里现在，对吧？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纺织厂倒闭了，害得所有以前的员工就都无家可归了，也没有工资，也没有赔偿，还一身病。是，因为我弟弟就是得了那个 EAT2的那个病。所以他们就要求说还我赔偿金。何车坚，无良老板苏有钱，甄纺织何车坚还我赔偿金。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签名，这个签名里面呢，大家注意有几个人，一个是熊大强，另外一个人呢叫大宝贝。你以前也是纺织厂的保安。对，我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下岗的家庭，高中毕业了进入咱们这个纺织厂当保安呢。
咱们这个纺织厂不就后来出事儿了吗？唯一的幸运是在于我没有得那个重病啊。我们厂子里头最好的兄弟就是我这个熊大强。对，然后后来我们俩一块儿去富人区在小区有当保安，就是那个苏网红苏网红对那个地儿。嗯，这个签名里面还有一个人叫陈爸，是你的爸爸对吗？对，我的爸爸也是纺织厂的员工，也是因为这个纺织厂超量排放，身患了重病。他在患病期间呢，一直带着自己纺织厂的工友一直在维权。陈爸对。所以你接近苏网红，在他家安窃听器，是想要知道他爸的行踪。您前段时间送来的窃听设备，我们调查出了是您的男友陈烈安装的。对，因为后来我就接替我父亲的遗志，就是继续维权，替大家找回大家的那个欠款。哦。后来发现他也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赌没了。那姑娘爱赌博呀。对啊，所以那天去他家把他灌醉，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存折呀，或者有没有一些转账记录来证明他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要回所有工友这个欠款。明白。嗯。大宝贝，您说，熊大强他跟大宝贝的一个聊天记录。2004年9月11号，大呢给熊发了一个链接，告诉他真纺织被毒死的这个新闻。然后熊回复的是，没想到肉桂粉过敏也会死啊。然后大说，重点不在这儿，兄弟。对呀。重点在正义的勇士出击了，干得漂亮。然后熊说，这也太极端了吧。大说，作恶多端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兄弟，你就是太老实了，才总吃亏。然后熊说，明白，该出手时就出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鼓励他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激励起了作用。我啊，他说对，该出手时就出手。你听着，我还教唆吗？没有。这是一个跑贼快外卖平台的一个记录，时间是2004年的9月20号，2点钟，他给外卖案的死者孙小红送的外卖。关键是说这个孙小红他有一个备注，说订单超时我就会给差评，就是态度不是很友好。13点，他去了西柚市医院住院部常护病房403。我为什么对这个地址那么熟悉呢？是因为这就是我弟弟的一个住院地址。他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2点钟他就去给孙小红送了外卖，然后孙小红当天就死了。我自己知道的一个线索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我弟弟的药被偷了，因为我弟弟就是得了那个 EATR 的那个病，所以他有那个药。等于熊是在弟弟那儿拿的毒药，拿了药加到了苏小红的外卖里面。那他便当下面的那个红笔鼠的 logo 又哪来的呢？这是更蹊跷的事情。我5年坚持不懈的调查，鼠王依旧没有归案。是我亲手杀了10恶不赦的真纺织，我的名字叫鼠王。哇，我们的偶像哦！ M2008年苏网红
被宠物阳光咬断喉咙致死。我是鼠王，如你们所愿，我杀死了苏网红。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2009年，狗老板看见红鼻鼠气球，表情非常惊恐。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红鼻鼠头套的人， bang bang bang， 就开枪了。他一直只是一个所谓正义的使者，但是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身份，凶手就要捍卫偶像的尊严喽。就是今天咱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时间也很晚了，咱们每天都是从9点开始攻克这些杂案，攻克到晚上6点。我们休息吧，咱们明天早上9点见吧。好的，睡觉，谢谢。天黑请闭眼。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开学生宿舍了。对。新的一天，大家昨天睡得好吗？睡得还不错。我们真是一群接戏的好孩子，都不换衣裳。观众的话全都给堵上了，敢问那弹幕刚要过来，然后就自个儿退回去了。哎，这是谁？这是赵承旭。哎，就是他，赵承旭。Hello， 赵承旭。您老板都不在了，还在这上班呢。咋这么多人呢？你今天又来按时上班啊？公司今天又我值班。赵承旭，我们掌握了一些你的信息。哎，你不是昨天来那个，又拿啥东西又检查侦探什么的吗？你这今天怎么又来啊？你看你这给我整的这东西整得乱七八糟的，你也不收拾。你怎么脾气那么差呀？以后你上社会上肯定挨揍。你喜欢 HR， 你喜欢正 HR。哎呦，暗恋人哦！我带着科学家过来了。没事儿，喜欢一个人多好呀。对，你说出来嘛，承认吧。你是不是偷拍别人了？哎，那怎么能叫偷拍呢？那是美的一种创作。你拍脚后跟那叫美啊，你叫摄影啊？你那叫摄影啊。脚后跟怎么了？脚后跟不美吗？气死我了！他说脚后跟不美吗？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你拍别人这事儿是小事儿，但是你要是做伪证啊，这事儿可就大了。哎，不是怎么什么叫就我做伪证了？我告诉你，这属于诽谤啊！不是，我就在问你，你们说我做伪证的话，你们得拿证据啊！来走，啊，走，别在一个地儿跟人聊，去自个儿案件。何先生啊，钥匙可以给我们看了吗？去吧。好的，谢谢。我们要调查你喜爱的女生的死的真相。我想要跟荣一起去那个别墅确认一些事情。你告诉我们，你那天晚上跟郑 HR 一起吃宵夜，吃到天亮，一直在一起。对啊，你确定？确定啊。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说吧，你说你就不确定，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是掌握了这些证据，我们不会这么问你的。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嘛。哦，证据还要甩你脸上吗？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做伪证啊？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确定当天晚上你们老板从这办公室消失的时候是怎么消失的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破了案了。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们的 HR 跟鼠王合作，把你们的老板送到了那个通风管道里边，从管道里边下去之后，他从机房垃圾道滑下来，鼠王就在垃圾场把你们老板给分尸了，对吧？那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帮你们的 HR 做了一个伪证了呀。
你伪证你没有证据啊，凭什么说我做伪证了？你再这样式的话，我要请你们出去了啊！你进来。来，自己看一看。你们公司这个房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里我知道又怎么样？啊，这个通往垃圾场的出口通道你知道吧？不知道，我没进来过这里。你刚刚说知道了怎么样？你现在要说没进来过这里？不是，我是知道这儿。我以前跟踪郑 HR 的时候，就看到过他进到过这儿，但是你想啊，我也不可能跟他进到这里来，所以说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这里边具体长啥样。我再问你一句，郑 HR 跟你是什么关系？他跟我真没关系，我只能说我确实帮了郑 HR 一个忙。你帮了郑 HR 一个忙，对吧？你刚才已经说了，帮他什么忙？你那天看见什么了？你说吧。这都到这儿了，就只帮了一个忙。什么忙？行，就那天几点？10点15、20，反正左右吧。让郑 HR 走了之后，然后我就也跟着就下班了嘛。我本来想的是还可以再拍一点，结果你拍到啥了？结果没来得及拍，然后我就看到在公司楼下那个垃圾场啊，郑 HR 在那块勒老板。勒老板？哦，郑 HR 控制。但是啊，具体老板死了还是没死，我也不清楚。当时那个远处还有一个人红鼻鼠走过来啊。你拍下来了吗？没有想要创作的欲望吗？那个时候你们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不害怕吗？我们拍啊。所以你看到的是郑 HR 在杀你们老板，然后远处走过来了一个红鼻鼠。对，戴着面具啊，然后呢？穿一个黑色风衣，反正挺高的，是男是女我也看不出来。本身晚上就也比较黑嘛。那你看到他分尸了吗？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害怕，我就赶紧跑。你就跑了？那我肯定要跑啊！你这个算是帮 HR 一个忙吗？没有，他后来又找你了，对吧？后来我没想到他知道我偷拍他这个事儿。第二天，反正早上他就找到我，让我帮他说那天晚上下班之后，他跟我在一块儿。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就把我拍他的事儿就给曝光出去。啊，那就是做了这个伪证。抛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垃圾桶旁边写着西柚垃圾站，上面留了个电话，我还没打。打电话，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垃圾场吧，邢台。好。喂，这里是西柚市垃圾场，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吗？你好，你好，我们想问一下，4月20号的时候，你在这个西柚市的这个网德福网络公司的楼下收过垃圾是吗？是这样的，因为啊，我们垃圾场在整个西柚市呢，覆盖的网点和站点特别的多。如果您想具体查询的话，可以跟我说垃圾点的这个站名。这个站名是什么？不是，我们要那个案件报告那个。我给你念一下啊，稍等啊。我们这个有一个案件报告说，2月20号凌晨1点。城东西柚华庭垃圾桶内发现了不明尸块。这位先生，首先呢，我们并没有在垃圾桶里面发现任何的异常，因为啊，在我们垃圾场呢，每天凌晨12点钟的时候啊，垃圾车会带着干净的垃圾桶，统一呢从垃圾场出发，前往西柚市的各个垃圾站点到时候会由司机进行垃圾桶的更换的，所以也没有人会打开再进行确认，就是拿新桶换一个旧桶。是的。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垃圾站的人？他把这个尸块在垃圾站就已经分完，同一时间送到各个小区，就让垃圾车自己去送的。那天上班的人是谁？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晚点发送给您，可以吗？好的。怎么发送给我？
我们会以传真的形式给您发过去的。好。您的这个总站离网德服务网络的这个街区距离有多久的车程啊？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涉及到某个公司的名字了，这个我不太清楚，先生。那你们的垃圾总站点到城南豪庭1号、城西花园城、城北西右公馆、城东西右华庭，有多久的车程啊？我们的垃圾总站点是位于这4个点的中间的位置，然后行车距离大概在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明白了，那就等你的传真嘛。好的，谢谢先生，谢谢您啊，谢谢您。那死亡时间是22点20的话，其实它有1个小时40分钟能到那个总站，然后从总站把尸块放进4个干净的垃圾桶里就行，对吧？对。现在就是要知道人员名单就行。现在问的是12点之后换垃圾桶的人嘛，对吧？但是放尸块的人是不是应该是12点之前的一般人？对，是，就是咱们是鼠王跟 HR 在这里把这个尸体拖到这儿，在这儿分尸，并且在这个箱子里边做了手脚，然后把它送到总站。所以其实是12点之前值班的人帮他们做手脚，12点之后新出发的人跟这个就没参与嘛，不执行嘛。应该要19号的，19号12点之前的是吧？对。而且这里面可能就有鼠王，因为鼠王自己在这个垃圾站工作，他才能想到这个办法。喂，这里是西右市垃圾场。哎，你好，我刚才忽略了一个环节，我再细问你一下，你们19号晚上10点以后到20号凌晨这个工作区间的人员，你们中间会换班吗？是的，我们一般是在凌晨12点就换班了。好，那你现在把19号的人员名单也告诉我，这样可以吗？稍等，这边我进行一下查询，之后我跟您同步啊。辛苦您了，辛苦您了啊。好的，谢谢。看看传真什么时候来呢？走啊，进去吧。我们去哪儿？我想问问你在苏网红家到底干了什么？你带了那个狗狗的东西，对不对？对。你放到哪儿了？狗粮里。这个狗粮里。对。你看它满满的。到最后苏死了，那个狗粮狗狗都没有吃过。啊。别的你就没做什么了？没有了。行吧。哎，怎么了？你好。呀，侯姐。请进。啊。真正的凶手，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我们来看一下侯保姆的画像。侯姐，我知道是我最早就是聘请的您嘛。啊，对，我想起来，你看我这人记性不太好。你记性不好啦？啊，记性不太好。你坐吧。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来这里稍微找了一下，我们有一个想法啊，想听听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我们说的对呢，还是认；如果我们说的不对，你当然可以反驳我们。首先呢，您坐。你们，我觉着你们像审问我一样，来，你们坐这儿吧。没，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坐，来，你也坐这，我挨着你行吗？行，来。行，那是咱俩挨着。来，经纪人，你坐吧。阿姨，您是纺织厂的对吗？我现在的职业就是保姆。我知道，但是您接近苏网红，其实你就知道她是苏厂长的女儿，对吗？你是当天的早上8点半的火车回的南瓜市，这个行程你是没有撒谎的，对吗？啊，明白。我给你编个故事，你听听看合不合理，好不好？好啊。就是你呢是一个很爱狗狗的人，但是苏小姐呢对狗是不好的啊。她表面上做的工作好像是一个很喜欢狗狗开箱视频啊这样一个网红，但是她是不喜欢狗的。这件事情你是有不满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你不打听别人的事情，
但是呢，苏有钱他把所有工人们的血汗钱都卷走了，然后你的先生呢，熊大强呢，一直都在努力的想要把这个钱拿回来。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证据的。那么你作为他的太太，在你跟苏小姐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是想要报仇的。那么我真不知道。好，没关系，你不知道也没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苏小姐和陈先生还有龙小姐呢，他们7点钟在这里开始喝酒，喝到了第2天早上8点钟，你来打扫卫生，他们才醒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很贴心的给他们做了暖胃汤，但因为你8点半要回去，你的时间是很仓促的，后面发生事情都是跟你没关系的。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发现了一盏灯，这个灯呢是一个日光灯，很亮。如果把它放在户外，朝屋里照进来，屋里的人很有可能会认为那是早上，但事实上有可能时间刚刚过去了不到1个小时，而这盏灯的脚底下全是泥，它是一定被搬到户外过的。而这件事情跟荣没关系，跟陈也没关系，跟死者也没关系，我们只能猜是不是跟你有关系。也就是你做了一个假的时间点，让屋里的人误以为是早上8点，其实才刚刚过去了一会儿。你接着在暖胃汤当中下药，让他们再一次睡着，睡到第2天的12点。这个过程当中，从晚上到第2天早上8点半，你去高铁站，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事情。而且这一天在家里的这只狗不是阳光，它是一只叫查理的狗。这只狗它有一个容易受惊吓的反应，就是它怕突然的黑暗。而这个领巾它做了一个对于查理来说有诱导性的荧光的标志，而且有人把它系在了苏网红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电闸突然把电关掉，一下没有所有光之后，狗很容易受刺激。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故事，你可以一笑了之；但如果这是你做的，我觉得你可以认，因为苏小姐确实有做错事情，但是由不得你来惩罚。好了，好了，好了，凶手是我。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太该死了，你们不觉着吗？她的情绪有问题，她拿狗撒气，她最可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是啥呀？她知道我也爱狗，她背着我，把我喂那些小猫小狗的那个狗粮、猫粮里面，她给我下了毒。我自己亲手把我照顾的这些毛孩子们，我给他们杀死了。你说他可不可恨呢？啊！我干了一件正义的事儿，是不是？我替天行道。我们不去评价正不正义，但是杀人肯定是不行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查理是怎么来的？你什么时候换的这个狗？我真的太佩服全能的蜀王了，他替我惩治了罪恶，他把他的计划通过短信告诉我了。联系完我之后，他就牵着这只被训练好的这个狗，然后就找到了我。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啊，然后个子不太高，挺瘦的。关键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是把一样一样让我做的东西就都放在我手上。等于所有计划都是蜀王安排的，然后侯阿姨你像她的手，但她是你的脑。啊。但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的呢？第一，他怎么知道你对苏网红的恨？对。
第二，他又怎么知道你的联络方式？第三，他还敢来大拉拉的跟你见面，对不对？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我想问一下冯阿姨。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该咋办。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去自首。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其实你不是主谋，但是间接是干了事儿。正义的事应该用正确的方式，你其实可以有别的方式去惩罚他。我我们需要进何少年宿舍。来，哎呦喂，马上就要被他们破烂了，真的是一开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哦，这屋里头有好多老鼠啊。这宿舍挺整洁干净啊。哎呀。哦，我是海喷。我判案的时候老给我游戏玩，你说这能让我踏踏实实弄吗？怎么摁呢？啊，电池坏了。哦，有，可以开开就行。你看看，哦，还能这么走，翻跟头。我。哦，还有歌。这没啥东西啊。给你一个单臂大回环。哇，帅了啊！你好，刘先生。我要看到帅气的你和炫酷的我。哦，行，待会儿肯定有用。哎，有手机，这是薰衣。哎呦，我们都是老鼠，活着只会带来痛苦，不如早点解脱啊！只有自杀才能引起鼠王的注意，可是谁来做这个勇敢者呢？哎，什么？哦，笔记本。哎，哎呦喂，这是何米南的校园论坛，2月24号，我投徐校长，薰衣就是被他逼死的。他组织这事儿的呀？就是他没有，他是在拉大家进去，对，投票。潘三好，我也投他了。这个黑心校长，他真的会被鼠王杀死吗？2人作案，满足台上的是这3个人。哦，这一奖杯。啥奖杯？屋里就在这儿潘三好的。哦，这个你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哦，有2个，哎，它是不是底座是镶在那儿的？就是它不有俩黑点儿，是正好那桌子上那俩点儿吧？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杯，桌面上有2个黑色的点状物质，类似于什么电线烧焦的痕迹，然后在台下有一大片粘过东西的固定的痕迹。电磁发射器由能源加速器开关3部分组成，开关闭合形成电流通路后，电磁能量转化成炮弹动能。这个。哦，我明白了，奖杯是金属的，奖杯是用来导电的。
你看，是这个格和这个格位置啊。所以说，其实是如果奖杯按现在程度，它是放在这儿的话，正牌。就你想让这个装置启用的话，你必须要让电池有一根线连着这个电装置，是，就把这个往上一放啊，哇！那他可能还真是凶手。问问校长，看能不能要到潘三好联系方式。啊，还能找着本人？应该是。我们问问副校长。咱们去他屋里头找他去吧。也行，我们去屋里吧。他会今天应该也开完了。给副校长打一电话。看他在哪儿。喂，你好。哎，你好，是孙副校长吗？哎，你好，是我，你说。哎，我们是昨天来学校调查的2位侦探，我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现在可以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吗？好。哎，来了，你好。哎，来，辛苦您了，辛苦。您过来一下，当时这个典礼的时候您在呢是吧？都在。我们开学典礼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是在操场上。那这样，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想联系一下你们学校一个学生，他叫潘三好。潘三好啊，我们想联系他一下，因为我们基本上可以笃定潘三好是那天参与杀害了校长的凶手。啊？但是这个学生现在在哪儿？我现在不是很清楚。那您肯定有他联系方式，您可以把他联系方式留给我，我们自己去联系他。哦，因为学生太多了，实在不好意思，我不能就随意的把这个学生的联系方式给你们。这样，我们本来想和您和平相处，那您要这样，我们只能给您看点证据了。我们已经拿到了您和校长2个人通过强基班来赚钱的这个受贿的证据了。您现在还不能把潘三好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吗？您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教育局举报您了。嘿，啊，没，那个你们2个既然是侦探啊，我配合啊。是这样，就是当时学校为了辅助他学习，赠送给了他一台电脑。他休学了以后呢，这个电脑他就交到我这儿来了。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台电脑给你们拿过来。好的，没问题，感谢您。2位稍等一下。好嘞，啊，好，咱们就这么给他放了，他就因为这个就跑路了，我跟你说，直接出国了。 2位，哎呀，这时间都有点长了，你看这上面都有点。他什么时候休学的呢？就是事件发生了以后，3月1号之后。 2位，教育局那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网上的会议啊，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你还有会呢，我知道了，您去开会嘛。来，得了，就这么着了。行，辛苦您，辛苦，得了，谢谢你们啊。好，开会去吧啊。来，好，您去，谢谢。哎，有密码，有密码。我也投他了，潘三好，爱学习。他密码就是爱学习，也许。哎呦呀！我说你厉害哇，可以，恭喜成为蜀王选中的人，配合我杀掉徐校长，我们一起完成完美的犯罪。我确实恨他，可是让我亲手杀他，我做不到。他利用你们的圈钱，破坏了公平，杀了他是正义的事儿。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我会出现在看台上，吸引所有人注意，然后假装开枪，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事后你还需要帮我收走一个箱子。哎，还能摁。哦，还有啊！看了张记者的报道，D房间都了解了吧？D居然模仿蜀王猎杀游戏，败坏咱们的。你们看过这个 ？D 身边别人声音支持派投票，搞坏下锤就是 D。这帮还是一帮事业粉。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汪汪狗社再看一眼，因为不管这个蜀王是真的还是别人伪造的，他对汪汪狗社特别了解，而且他还知道荧光的那个标志。你得知道查理是谁的狗，什么他都知道。哎，对，查理是谁的狗？是汪汪狗社。
你看，他都知道有这个标记，肯定他对这特别的熟悉。所以是在这上面吗？哦，什么呀？哎呀，没有你看一点也看不见，没有你的个儿。个儿高怎么了？都是他买的狗。这个是阳光嘛，对不对？它住址在这儿。那么能够被他误认为的是这只呀？对，100号的唯2的进口的纯正血统的。这个没名，匿名买的。去找稀有是100号。100号。我好像看过这个地方。我也看过，就在对面。破了，我们那边破了。侯阿姨认了。侯阿姨认了什么？就是她杀的苏网红。很可怕。全部是蜀王给她完全安排的，每一步都是他安排的，连狗都是他给他的。哎，我看过这100号啊，在哪呢？在那儿呢。新的空间解锁。就是这儿。但怎么进去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回我们来找找看，有可能会有钥匙。找到了。这家真的是你既然这样，你何必锁它呢？哎呦，真的开了！真开了！当然了。Olivia, it's you。这个男的是董。咋了？哎，侦探 ，Olivia 是董太太。啊？这不董吗？哦。所以那个狗是他家的。对。哦。哦，是董太太。哎，找到了笔记本。Olivia 是董太太。董太太。董就是摔下去的那个是吧？对，所以他今天一开场戴着黑眼镜是那个状态，他不是很开心。那他是来找真相的，还是他是凶手呢？我们可以去问他了。对呀，我直接问他了。Olivia， 董太太，查理是你的狗对不对？啊？你是不是有一条狗叫查理？金毛。对。现在你的狗在哪呢？我的狗在农村。哎，他刚才正在质问着赵承旭，突然又站在这儿，当着他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去远一点的地方问他。突然被审判。他的电脑。这是地。这你老公的电脑还是你的电脑啊？不是我的电脑。这你老公的电脑。密码是我最重要的日子，结婚的日子。2007-430。开了。董网嘛，就是董网嘛。D号房管理。D号房嘛，一个释放天性的房间，这里拥有海量猎奇视频，偷拍女性，呸；猎杀动物，呸；作死挑战，呸。欢迎来到狩猎游戏，游戏开始。你老公是 D 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个，我只知道他很有钱。
E，烂尾楼猫鼠游戏，我有个策划案，有没有兴趣合作？哎，这是新的哎。在烂尾楼设置从1楼到顶楼的猎杀模式，整个过程血腥刺激。有兴趣的话，4月30日20点30来试卷10栋2楼集市，我们一起实地考察参的。烂尾楼猎杀呀！街头暗号：大白鲨、东北虎。大白鲨，大白鲨。哦，就是有人约着他哎，就是对暗号嘛，一说大白鲨就是他了。鼠王到处在黑市打听，有卖大白鲨的吗？有卖大白鲨的。大白鲨就是凶手确定这个人的，对啊，是凶手跟他的暗号。啊，E是鼠王，E是鼠王。他们夺走了我唯一的光，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外卖投毒案，鼠王去医院找小躺拿的毒药，这是一切的起点。来，等一下，小躺也是一个证人。我弟弟他已经过世了。No， 下的一盘大棋呀！怕了3天的案件，经过调查，这几天有人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啊！前天一定有人帮他做手动淹尸。昨天帮鼠王杀内鬼啊！今天你去给他下过毒？不可能，我们都在一起呢。这个是 E 故意做的不在场证明。E 是1也是多，执行者。你那么恨他，你怎么可能跟他合作？他还不错，代理人。装凶的话，你这就很好认了呀。你2杯汤是怎么回事啊？叫做饭。你们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呢？哦。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借腹黑的国，借来的沙，手暗藏穿梭，嫌疑人祸，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